今天介绍的是上映于2013年的分段式恐怖片《恐惧幻影》，同样由5个独立又有联系的惊悚小故事组成，与之前解说的新常态很是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这次是以人的五官为主线，狠狠讽刺了一下病态社会里资本运营和统治阶级的丑恶嘴脸。虽然电影中整体的时间线被打乱，但衍生出来的各种隐喻却显而易见，结尾会有大篇幅的详细解析，纯属个人观点，请耐心观看。电影开始，一个身穿防毒面罩的医护人员掀开一块白布，里面捆绑着一个被蒙住双眼的健硕男子。医护人员先扔沙土刺激男人的听觉，之后又喷香水刺激男人的嗅觉，接着再喷火焰刺激男人的触觉，最后又滴药水刺激男人的视觉。很快男人就因身体不适而连连作呕。完事后，医护人员又将男人的五官全部缝合。随着这个诡异画面的来回闪动，今天的第一个故事也正式开始。凯尔是个单身老宅男加废柴老白领，然而这天却成了他草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早上，一个粉红女郎突然登门造访，她不仅知晓凯尔的名字，甚至还对他的工作了如指掌。凯尔对此很是纳闷，但粉红女郎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直接就夺门闯了进来。看到地上随地乱扔的东西，女人说：“你的生活需要一个女人。”凯尔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就想将其撵走，然而对方却说：“你的人生之所以糟糕，就是因为你没有独特的男人味。一旦拥有了吸引人的魅力，那你的人生将会一路开挂。”不仅事业会蒸蒸日上，就连美女也会主动投怀送抱。说着就拿出一瓶蓝色瓶装的香水让凯尔免费试用。此时凯尔也知晓了对方的推销员身份，本着不要白不要的原则，凯尔果断收下。女人叮嘱说这是一款神奇香水，只要喷了它，所有难题就都会迎刃而解，但是要保守使用，绝对不要喷太多。一旦发现香水有神奇功效后，就立即停用，并打电话联系自己。说着便将名片塞给了凯尔，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上班前，凯尔将香水喷于手腕处试用效果，没想到刚出门就与大胸美女邂逅，看到对方的暗送秋波，凯尔整个人也自信精神了许多。而在这之前，他可是对方眼中的窝囊废，就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浪费时间。看来这香水的效果确实不错，但凯尔还是半信半疑，于是他就决定找前女友再试试效果，却发现之前喷香水的手腕处变成了黑色。然而急于体验效果的凯尔根本没放在心上，喷上香水就来到了前女友上班的餐厅。在香水的作用下，前女友竟当场回心转意，甚至还同意这周五8点到老地方约会，这让凯尔兴奋不已。结果刚返回公司就迎来当头一棒，因为他就是公司的首选裁员对象。凯尔不甘心被开除，便将希望寄托在了香水上，却发现手腕处已经溃烂生疮。但此时凯尔也管不了那么多，给身上喷了2下之后，就来到了办公室听天由命。然而领导的态度却发生了360度大转变。他们非但没有开除凯尔，还将他提拔为公司经理。同事旁边的女秘书也花痴般馋涎欲滴，对此凯尔乐在其中无法自拔，有事没事就往身上呲2下。他就像一把开启成功的金钥匙，帮凯尔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然而被成功冲昏了头的凯尔早已将推销员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并没有在体验到香水的特效后及时联系对方，而是继续用喷香水企图走上人生巅峰，却不知任何东西都是一把双刃剑，在帮他完成心愿的同时也必须付出代价。随着香水使用次数的增加，带来的副作用也显现了出来，可凯尔却不管不顾，甚至买来大量化妆品遮瑕，继续享受那种左搂右抱的夜生活。就在他玩得正嗨时，前女友却打来电话，因为今天正好是2人的约会时间。看到电话后，凯尔才记起约会仪式，他知道自己的花天酒地是香水所赐，就急忙冲进卫生间试图倒掉香水回归正常。然而内心的贪欲却促使他将剩下的香水全部倒在了头上。在香水的作用下，凯尔变成了香饽饽，各路漂亮美女纷纷主动投怀送抱，而凯尔为了暂时的暴爽，也不再顾及痴情的前女友，直接就将美女们带到酒店畅玩了起来。没想到一夜激情过后，凯尔的身体却变得更加糟糕。这时他才想到那个推销员，于是就打电话讨要说法。然而等到的却是无人接听的嘟嘟声。无奈之下，他只得电话留言自己的处境。没了香水的加持，凯尔变成了异类，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受欢迎，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全都避而远之。凯尔再次回到了昨晚的酒店疗伤。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前女友打电话道歉。然而通情达理的前女友并没有追究爽约一事，听到电话那头没了声响，便来到酒店查看情况。结果刚开门，一股刺鼻腐臭味就迎面扑来。再一看，凯尔早已变成一具黑干尸。前女友急忙拿出手机报警，没想到推销员却走进来，直接将其迷晕。完事后又拿出一个专业仪器，开始从尸体上提取尸油。就这样，一瓶尸油精华就完美诞生。女老板看着实验室里的成果，露出满意邪笑，因为这一瓶精华可分装成无数瓶香水，从而无限循环获取更多取之不尽的原材料。而这个女老板就是整个电影中最邪恶的存在，后面还会出现，请多多留意。现在开始第2个故事视觉。汤姆是个变态的眼科医生，他总是会利用检查视力之便偷偷打开仪器，从病人眼中提取泪液，完事后再滴到自己眼睛上，偷窥别人的隐私，最后再根据看到的画面标出对应种类。而眼前这些标记着 W 的标签，都是他通过这种方式获取而来，它们分别为暴力、血腥、变态、邪恶、鬼魅、
此处省略1万字，请自行脑补。注意，这个 W 就是串联5个故事的关键。没多久，青光眼患者长发女来到了这里，她主要是找汤姆复查眼睛。经过之前的反复治疗，长发女的眼睛已完全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汤姆对女人也产生了莫名好感，看到对方脸上的淤青，他就顺口打听了起来。可长发女却不想过多说明，汤姆觉得这是家暴所致，便以检查视力为由2次复查，实际则趁机提取对方眼中的信息素。等女人离开后，他便将提取液滴入眼中，果真看到了女人被家暴的画面。这让汤姆很是不爽，当即就决定帮女人好好惩罚一下男人。于是他就将各种暴力血腥的提取液混到一起，以免费检查眼睛为由，将长发女的家暴丈夫诱骗到医院。男人刚往内一坐，汤姆就打开仪器使坏。随着混合提取液的渗入，男人眼前也出现了各种邪恶画面。由于画面极为不和谐，男人也被反噬的出现了各种不适，他连忙驱车往家赶。然而过量的信息素持续发挥着作用，男人被折磨得很是崩溃。长发女看到丈夫变成这副熊样，急忙上前安抚，没想到却被对方当成杀人魔当场捅死。待药力结束后，男人也清醒了过来，看着惨死眼前的长发女，他猜测这一切都是那个死医生搞的鬼，于是便来到医院找汤姆算账。等汤姆再醒来时，已经被五花大绑。通过询问男人，得知了自己发疯的背后猫腻。为了报复这个多管闲事的老变态，他直接就将自行搭配的混合提取液注入老头的左眼，同时老头也咬断了男人一根手指。但男人却显得很是兴奋，因为汤姆正享受着血腥场景的折磨与煎熬。见此情景，男人便将汤姆手上的胶带割断，下一秒汤姆就将铅笔戳进了眼睛，因为这才是摆脱恐怖画面的唯一办法。随后他又抽出铅笔刺向了男人的脖颈，男人防不胜防，瘫倒在地。汤姆则趁机逃离这里，没想到一个鬼魅女人却缓缓走来。原来这次的混合提取液还掺入了精神病的胡思乱想，最终老头被幻觉所致，戳瞎了自己的右眼。现在开始第3个故事处决。这天，盲童亨利跟着父母到郊外自驾游，突然途中发生车祸。等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父母早已身受重伤，此时唯一的手机也变成了报废品。为了获取更多求生机会，男孩便让父母在路边等待，自己则拿出导盲杖开始四处寻找救援。结果刚转身就碰到了一个金属物，原来车祸的发生就是被这个东西所赐，而这肯定是某些人故意设下的陷阱。亨利没有理会，继续向前走去，没想到却摸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了禁止入内的字样，同时还写着一个单词，意思就是分水岭。但男孩并不知上面所写，沿着小路就继续向前走。然而没走多远，他就碰到一个捕兽夹，为了以防万一，他将捕兽夹转移到大树下。完事后又继续向前走去，这次他来到了一个废弃庄园，因为没找着活人，男孩就想离开。不想阵阵求救声却从不远处传来，男孩循声走进了一个房间，在里面他摸到了几把刀具和几瓶药水，而这就是上个故事里的提取液。求救者看到男孩进来就提醒他说，这里有一个9根手指的变态男，专门在附近设陷阱捕猎，只要有人被捕就会被他残忍杀害。说完这些话，对方便没了音。男孩听后试探性的上前触摸，发现男人已经断气，而对方身上的伤口也让男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此时的男孩只想尽快离开这里，离开前他顺走了一把小刀当防身武器。倒霉的是，男孩刚出来就与变态撞个满怀，而他就是上个故事里的家暴男。因为被那些暴力提取液所刺激，现在的他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变态杀人狂。此时家暴男正手持巨斧收割猎物，不知情的男孩以为遇到了救星，就想借用一下手机报警营救路边的父母。家暴男听后假装好人，让男孩带路。男孩本能的上前表示感谢，却意外发现了男人少了一根手指的秘密，也就是被上个故事中医生咬断的那根。男孩知道他就是求救者所说的9指狂魔，并没有表现得很慌张，而是趁其不备用小刀刺伤了对方小腿。就在家暴男在地上打滚时，男孩迅速躲进一个大树洞中藏身。家暴男爬起身发现男孩没了影，便拿出鞭炮引男孩出洞。就在男孩即将暴露之时，一个手持枪支的大爷突然出现，原来他发现了男孩的父母并报了警，因为担心男孩出事便好心过来找人。男孩听后试图用东西暗示，可惜声音太小，大爷根本听不到。而家暴狂看到援兵后也躲了起来。大爷以为男人钻进了地窖，就朝里面多看了一眼，结果却被对方用斧头所偷袭。男人捡起大爷的手枪就要打死男孩，然而男孩却临危不乱，他将男人引诱到先前安置的捕兽夹处，不知情的男人当场中计。男孩来到地窖处呼喊大爷一起离开，却发现他早已凉凉。这时的家暴男还想虐杀男孩，不想却被对方用树枝扎瞎眼睛，与当初他刺伤医生的情景简直一模一样。男人痛苦的在原地哀嚎，男孩则凭借着惊人触感成功回到车祸地。此时救援警车也呼啸而来，暗示一家3口成功获救。第4个故事未决。这个浓眉大眼的男人名叫胡子哥，是个特别牛掰的超级黑客。这天他突然收到了一家神秘公司的面试邀请，为了彰显诚意，公司还专门派遣了一辆高级豪车。如此兴师动众，让胡子哥受宠若惊。奇怪的是，他却不知道对方想让自己干什么工作。就这样，胡子哥稀里糊涂的就被带到了一栋豪华写字楼前。胡子哥乘坐电梯来到公司所在楼层，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些痴呆患者。除此之外，第2个故事里的眼科医生汤姆和第1个故事里的推销员也出现在这里。看来这家公司肯定不简单，然而胡子哥却以为自己找到了高薪职业，
便来到等候区静静等待面试官的点名。一旁的保安看到新面孔过来搭讪，他说起了自己第一次来这里面试的经历，并告诫胡子哥不管领导安排什么职业都要欣然答应，因为面试官就是个鲨鱼怪。说完便小心离开了这里。对此胡子哥并没有当回事，跟着女助理就来到了会议室，看到里面没人，他便好奇地拿起桌上的平板，里面是关于 W 公司的简介。然而他刚解锁，面试官就走了进来，而他就是第一个故事里露了一下脸的女老板。胡子哥见状急忙放下电脑并道歉，然而女老板却没有责怪如此不礼貌行为，反而连连夸赞他的黑客天赋。原来女老板早已知晓了胡子哥的全部履历，请他来此就是想利用他的黑客天赋为公司造福，而公司作为回报也会给予他高薪和高官。然而胡子哥作为自由职业者并不喜欢这种被人指手画脚的生活。女老板听到自己的诉求被拒绝也不再伪装，掏出一个针筒就刺进了男人手掌，随后又戴上鲨鱼面具全副武装。胡子哥见状秒变怂包答应，然而被激怒的女老板根本不给他反悔的机会，就像一头野兽一样在男人身上肆意撕扯。其他人听到凄惨哀嚎一脸享受，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等胡子哥逃出来时已经血肉模糊，他卑微的四处求救，结果却无一人问津，因为对这些人来说胡子哥才是真正的猎物。面对这些冷血物种，胡子哥只好独自开溜，没想到刚钻进电梯，女老板就跟了过去。很快胡子哥就被啃食殆尽。女老板吃饱喝足后走出电梯，此时下一个黑客天才也马上到达。现在开始最后一个故事听觉。上个故事中，女老板因修复一首钢琴曲，诚邀黑客高手胡子哥加入，可对方却因不喜约束生活而拒绝。女老板无法接受，便将其生吞活剥，于是便启动了第二套方案，让黑客女以间谍身份潜入某个团队，那是一个以拍纪录片为主题的团队。这期拍摄的主题是一首失传已久的俄国钢琴曲，同时也是女老板修复的那首钢琴曲。据说它是20世纪70年代的杀人曲调，听过之人都会精神失常自残而死。鉴于这个原因，这首歌遭到了全球封杀。为了寻找这个稀缺资源，团队专程来到了俄国，可惜只找到一盘删减版的录像带。三人第一时间返回工作室观看里面内容，随着诡异旋律的响起，画面与琴声也不停抖动。与此同时，演奏者也愈发暴躁。这时画面却戛然而止，黑客女被吓得面如土色。下一秒楼下就传来敲门声，然而出去查看时却只看到一个匿名包裹，里面装着一盘黑色录像带。出于好奇，两人就播放了起来。通过这个 W 可以猜出里面的内容肯定出自女老板的公司，这是他之前找专家研究钢琴曲的一些视频。视频中专家说，人类连接大脑的听觉神经大部分属于无效神经，所以说大脑接收到的声音远比人类听到的多得多。他认为这就是钢琴曲能让人发疯的核心原因。为了验证这点，专家便找来一些钢琴家演奏那首曲子。一开始大家的动作都很流畅，但渐渐的他们的行为就不受控制，无论换了多少人都无一人能完整演奏这首曲子。实验被迫陷入僵局，同时这段录像也到此为止。黑客女看到这里身体出现异常，直接就瘫在沙发上睡了过去，而其他两人却收到一条匿名短信。按照短信里的地址，他们在此找到一盘录像带，里面是专家实验的完整录像，而墙上的数字就是整首钢琴曲的曲调。他们按照提示将音频重新编辑，终于得到了钢琴曲的正确旋律。同时大家的情绪也变得极为暴躁，意识到钢琴曲的魔力后，两人便将视频静音后剪辑影像，没想到却意外看到了当年实验的后半部分。因为无人能完整演奏这首钢琴曲，专家便找到了一个著名钢琴家，但他也同样无法正常演奏出整首曲子。出于对音乐的执着，钢琴家就决定将自己变成聋子，而专家为了实验效果又找来4个精神病当听众。随着旋律的变换，这些人开始狂躁不安，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自残行为。直到最后一个音节结束，听不见声音的钢琴家和实验室外的助手也当场惨死。等专家赶到实验室时，所有人都已断气。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毁掉了这首钢琴曲，并对实验录像进行了加密处理。但为何这些录像又突然流传了出去？很显然，这就是女老板的阴谋，就是想让团队破解出完整曲调为他所用。看完录像的两人只敢阵阵后怕。通过神秘人提供的录像，他们知道自己已被人利用，再加上这首钢琴曲的杀人实力，两人就决定销毁修复好的曲调。没想到音频早已被短发女通过黑科技上传到了各大网站，而且点击量和转发量已过100万。两人第一时间下架删除了该音频，并重新上传了全民抵制杀人钢琴曲的视频，但效果肯定不大。一场世界级的灾难正悄然来袭，没人能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切，而这就是女老板的终极目的。影片到此结束。简单梳理一下剧情，女老板为了控制人类心智，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人类五官的特殊机构。她先将女推销员招进公司，让其以免费试用的方式推销秘制香水，而宅男凯尔就成了第一个倒霉蛋。他因好奇和贪婪，最终变成第一批实验小白鼠，继而变成了后期批量产生香水的原材料，从而无止境地控制那些苦逼青年。而公司里的脑残患者就是香水的试用者。事后女老板又将眼科医生招进公司，让他用那款特殊治疗仪提取不同人的泪液，从而无底线窥探他人秘密。
而公司里的部分员工就是医生提取液里的主人公，但这个医生却在期间单恋上了一位女病人，在得知了对方的家暴遭遇后，就开始用混合泪液报复家暴男。不想这一举动不仅害了自己，还将家暴男变成了更加变态的存在。与此同时，女老板又将黑客男招进公司修复杀人钢琴曲，在遭到无情拒绝后将其生吞活剥，之后便将黑客女招进公司潜入某团队。随着钢琴曲的成功修复，全世界也将迎来灭绝性灾难。就在女老板的五官实验即将成功之时，那个被医生逼成变态的家暴男却杀到老巢，将秘密机构夷为平地。事后他又来到某小镇发泄变态，最终被盲眼男孩成功反杀。这是一部充满批判色彩的恐怖佳作，表面上是针对人性欲望，实际侧重点则是社会的资本家和统治家们。这一点在第4个故事中黑客男和女老板的对话中就能深刻的体会到。女老板说这里是分水岭，不管是每个城市、每个州、每个国家，分水岭无处不在，言外之意就是阶级分化存在于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女老板作为资本统治者，坚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女推销员、眼科医生、黑客女均平安无事，只有不服从指令的黑客男沦为了他人口粮。而电影最开始那个被缝住五官的男人，正是统治者心中最满意的被统治者。他们希望控制人们的嗅觉、视觉、言论、听觉，让一切按他们的意愿发展，稍有违抗与不愿就会被封杀和打压。统治者只会给大众看到他们想给你看到的，至于他们不想给你看到的，你永远看不到。而这也正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正在经历的真实事件。好在象征着被统治层的盲眼男孩出现，他看似弱小又有缺陷，但却自带惊人的触觉感知能力，所以成功避开了一次又一次险境。而那个老头也同样代表着被统治者，他的出现并非多余，而是和男孩属于同道中人的反击者。因为男孩在进入这个庄园前，那个指示牌也同样写着分水岭的字样，说明这里就是统治者的区域。男孩和老头的闯入意味着被统治者已经醒悟，同时也意味着统治者的控制思想也慢慢退化。虽然想要自由的黑客男被虐杀，但男孩的出现却为我们带来希望。他象征着那些不再受统治阶层制造的表象迷惑的具有非凡洞察力的民众小群体，同时也是导演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他渴望自由，渴望摆脱那种束缚感，但这也仅仅是一种心中所想，因为在这个资本与权势勾结的现实中，我们的思想和诉求终究还是会像黑客男那样被无情扼杀，因为追求表象和利益才是官官相护的灵魂所在。